我是郭秋燕，今年31岁。拍小超人的时候，我是11岁。我从小就和父母一起习武，然后10岁那年我就进入了国家少年武术队。我是苏志伟，今年我27岁。拍小超人的时候，我才5岁。从小我学什么都很快，尤其擅长数学。The API and the Web App。现在我和伙伴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我是小超人。我是小超人，我们回来了。武术是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它也是给我意志、耐性，还有 discipline。我5岁开始就开始学武术，当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武术，就没有人在家照顾我嘛，所以我跟着我的父母一起去教课，所以我也跟着一起练。我们练的时候不是1、2天就会变得很好，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几个月，有时候几年。说在这个过程虽然是很 boring 嘛，可是就是在这个 boring 的时候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有这个自律，一直练我们该练的东西。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子需要有那个耐心，也要能吃苦。20年前我拍小超人的时候，我才11岁。当时对武术的了解没有很深入，但已经在少年队有2年了。加入国家少年武术队之后，秋燕练的是大刀。每个星期有4天，秋燕得在放学后到新加坡武术总会参加集体训练。以前拍的武术没有很厉害。练习武术并不简单，除了得吃得了苦，还得要。我还记得那个衣服。可是秋燕却乐在其中。头发又这么编。当年拍完小超人之后，我还是照样生活，我还是继续练，继续代表学校，也代表国家。我最回忆的那个时候还是2008年，我代表新加坡去了第2届的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在那里我比了第1套长拳，然后获得了第1个银牌。这是我第1次为新加坡拿的奖牌，但也是我最后一次为新加坡去比赛。我们现在有2个业务，第一就是开发物联网，支持贩卖机的无现金支付。然后第二就是为了电动车充电桩开发一个软件和硬件互联互通和支付的平台。我对开发硬件和软件平台有一个基本的兴趣。在走这个创业的流程，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问题，而且如果你没有对这个生意还是这个概念有兴趣，你不会有一个推动力一直推着你去找办法去解决它。你不会去想要吃饭还是要去休息，因为你有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在想很多不同的方案来解决它，一直要做到完善。所以跟数学，我在小时候有大概一样的一个行为，就是你一开始你一直想把它做完。我听老师说，虽然我还在念幼儿园，但是我的数学程度已经和小学4年级的同学一样。你看，分数的加减乘除，我都能算得又快又准。其实概念我比较熟悉的是学概念，不是直接记住那些词啊。He liked the maths. He didn't want to leave after the Mandarin lesson. He was very eager to learn the maths. And it would take me a while to
drives him away to go, say, okay, class is finished, need to go home. 从小我的家庭经济不可以说是很好，但我的父母很重视我的学业。我从小成绩是蛮好的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收到政府的助学金，我考完 JC 后收到了 IMBA 的奖学金，考进了国大的 Computer Science。还没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当兵，在兵营的时候就看很多贩卖机，它只是支持硬币和纸币。我们就开始先做一个给小商户收 EasyLink 卡这种不同无现金支付的一个应用跟着硬件平台。那时候我就边学边做，就是我去借一些书还是上网去找不同的课程，学怎么写代码，然后一边就开发了那个平台。创业刚开始的时候，大学要开学了，我当时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武术教会我怎样有自律，我的父母也是教练，所以这个自律让我知道 everything need to be structured。这些原则创造了现在的我。培训 ，Who's the teacher? I don't know 哎。那个是你啊？都不像。就是我们练的时候，他当我们是老师教练，不可以把我们当作是父母，不然你教也这样的障碍也是不好。可能我们一个 group 去玩耍，他第一个骂我的就是我，或者惩罚的还是我，但是我不会觉得委屈，或者不爽还是怎么样。其实不爽 maybe 有一点点，这个 I think as 小孩子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我还是没有记仇，我还是很开心的去训练。他是我的学员，我的武术的学员，所以我会对他跟其他的人一样，会照骂，哪里错照讲。可是回来肯定是我的公主，做什么一定要去认真，要付出180%，你不要付出说28%还是50%。如果当初父母没有对我这么严格，可能今天的我会很不一样，可能我现在比较懒散，或者也没有学到真正的那些discipline。我从中学已经对生意有很大的兴趣我在中一、中二的时候有卖零食给我的同学，然后在初级学业的时候，我也是参加了 Business Plan 的一个比赛，赢了一个机会。到丹麦一个创始人的会议，在那边我就看到了很多企业，他们是使用技术来开发一个 APP， 然后就卖了他们的产品。然后从那个会议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可以去学技术，然后开发自己的一个 APP 来做一个产品，就开启自己的一个生意。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学都要开始了，所以我当时必须要从事业和学业选一个选择。其实我也不能肯定创业肯定会有成功的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创业。我的父母也其实很支持我的决定的，但当然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担心，但不会把那担心的压力直接推到我。You cannot help me, you don't know. I can follow you. I help you and you. Maybe I can follow you 了。爸爸妈妈说，他们都不是大学生，没想到我会这么聪明。其实我从来也不是大学生，跟他们一起，但他们没有固定什么条件给我说你长大的时候你必须当医生当律师。主要的条件是我能照顾自己，我能养活自己，然后也是照顾他们我只要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业就可以了。
我在15岁那年，必须在学业和训练当中选择一个。当年在国家队，它有这条规则，需要7天，每天都要去训练，所以出席率需要100%。当时我妈妈就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去读书，所以我就听妈妈的话，从国家队退了出来。发压真大力，太大力。如果以家长的角度，我是觉得是以功课为主先才来运动。因为在这个运动啊是有年龄的，当我们年龄大了啊，运动会慢慢退。可是你退了，如果你没有学业，没有什么，你要找一个工作比较难一点。所以怎么样还是要把学业弄好先。可是那时候还小，如果你问我的话，当然是继续练，对，因为喜欢嘛。因为我从小就想像我的父母一样，我是把他们当作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也想跟他们一样，代表新加坡去参与那些大赛。当时候是很伤心，可是我没有展示出来，变成很沉默，然后就吃很多东西，因为没有训练的嘛，就变成整个 schedule 就很不一样，也很不习惯。突然间在生命中好像没有那个 purpose 啊。有一些东西是时间过了，他会要面对这墙了。如果这时候他能面对越过这墙啊，他会更坚强一点。I think along the years, 我 managed to come at peace with myself that whatever decision that was made is not a bad thing. I'm still happy where I am today. So for the platform fee, this will be applied separately from the fixed fee. Yeah, because there's a. 其实有担心，就是过后多了1年、2年一直做这个创业，可能没有一个很大的成功。那我也没有大学的文凭，那怎么办？但我也是觉得，如果跑到这样的一个路，它不是一个死路。 No, so it'll be separated. So there'll be within the receipt there'll be a flat cost. When we both matriculated into NUS Computer Science in 2018, both of us also, when we saw that the business was starting to gain momentum, we decided to drop out. Eventually, I decided to go back after 3 years to complete my education, but he has actually not returned back to school. So I would say that quite an extreme level of dedication. He is someone that's like working constantly. I don't think he's ever taken a holiday in the past 7 years. My UT account, because cannot log in. Okay. Just send me the reset link.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除了吃饭睡觉，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开发，还是去找投资者。这种情况我坚持了大概4年。文凭对我来说有自己的重要，有自己的不重要，因为我觉得社会也是一直在改变的。有蛮多公司在今天的一个社会，他们最尊重的是你有没有经验，你有新的概念吗？你能带给我什么新的一个角度，那是比较重要的。左手打开快，预备 go， 走起来，走起来，走 1 2 3 kick。现在我和父母都是同事，我们在学校一起教武术。在2022，当时我爸爸需要开刀，这段期间学校不可以单单我妈妈一个人去教。当时我的想法是，我只是代替爸爸去教课。教完了我就回去我的生活了。1 2，马步先开弓步，对了。可是其实我知道，如果我开始教课，我会很喜欢。swing， 去破腿先。而且我也觉得是一种责任，对我应该回去帮我的父母。3、4，轮到完，站，队长。武术教会了我，不怕辛苦，不怕挑战。但是在2019那年。当时我25岁，我觉得我遇到了我的 quarter life crisis。
当时很不幸的是，我断了我的膝盖的韧带，必须开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刀。当时候我对人生很茫然，突然间失去了方向。我看到了我父母需要帮我打理事情，教完课很累了，回来还要帮我冲凉这些。当时我就觉得好像一个没有用的人。当时受伤要开刀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家里需要出一笔钱。虽然是有一点保险，但其实我才发现我的保险不是完全保我的，所以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对这个方面很无知，对，然后就觉得很没有用。所以我长这样大这些财务购的问题，其实一窍不通。在这个疗愈期间，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思考，我也是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加入保险的这一行。Hello, is this Serene? 最恐怖的那点是销售嘛，而且我是不可以做销售的，因为需要讲话。I'll see you this Saturday at your place. 讲话是 OK， 可是我有时我觉得自己比较直，也不会 report too much 或者花言巧语这种方面。可是想了这么久，我还是觉得只要有意义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练起来 ，just 做我该做的东西。Anyway, everything is very in phase, so 我们只是 run through a quick one. 我是出院卖保险的第一个顾客，也是他的表姐。之前从他小到大就比较文静，也没有说很多，每次看到他都是比较静，按手机这样。然后当他开始卖保险，他就有分享的比较多，会比较外向一点，比较健谈哦。你 start 一个300 per month。哦，这是 cash 啊 ？cash。哇，我现在 cash 啊？Not bad。这个行业他教我怎样 open up， 教我怎样 express 自己，逼我开嘴巴去讲话，对吧？我讲有用的话。我们在2021年开始开发电动车充电桩的付款平台。创业的时候，我会面对很多不同的需求，而且要有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它们。我对它有很大的一个兴趣。So for example, like HPV, they will expect that the API and the web app and a bit of the dashboard. 我原本是比较内向安静的人，做创业的时候我就能更有信心，更有责任的。So there will be use cases for part of the I think actually it has made him a bit more personable compared to when I knew him in secondary school. Because I think a lot of his role now is really talking to investors, talking to potential customers, talking to even internally our own employees. And I think that he has become more comfortable at expressing himself. 我觉得目前我已经做到的一些成就是当然是好，但永远会有一个进步的空间。近2年为了扩展到新的市场，所以一直飞来飞去，然后我觉得身体会比较弱，所以这2年我要多锻炼我的身体，让我有比较好的精神来做我的工作。我最热爱的是我的事业，因为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工作，它是一种方式，让我能实现我的生命的一个意义，带给社会越大的一个正面影响越好。所以通过创业能够实现到这个目的，那是最好的。每个星期3晚上，我都会跟我的朋友一起跳街舞。从 JC 毕业之后，我就去玻璃，到了玻璃，我就跟自己讲，我要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会 take 上这个街舞，是因为我喜欢 dance crew 在一起跳舞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比武术帅呀。武术是比较内在的一个 strength， 比较 structured。可是，在跳舞方面呢，它不一样的是，它教会了我怎样去 express，so it's opposite from 武术。你感觉什么，你就跳出来。Good workout. Very long never do this kind of choreography training.
这些年来，我最大的变化是，我比较开放，我会表达我的感受，我也会跟别人说多一点话。我会对小时候的我，跟他说，不要太安静了，要学会讲话，跟别人聊天，认识多一点人。今天的天气不错了，哎，我们可以绕那边绕一大圈，走一大圈了比较好，天气很好。去远一点啊，远一点，我们去 stadium 那边呢。OK 了。我现在的人生状态我很满意，不管是教课方面，还是当一个女儿，还是做一个保险人，或者一个跳舞者。我对自己未来的期盼就是把现在所做的东西越做越好，只要它能带给我意义。